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副本4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传送了。卡了，哎，传送舱已抵达。摆设计吗？这是他在传送舱被杀害了。我们调查局一直在调查一个黑客，他的代号名为 Loading， 他制造了这次的系统异常。杀死这个白设计就是这个 Loading， 这个 Loading 就在你们几位之中。玩家将失去全部记忆。我们这是第一次全部之一。记忆之门已打开，请玩家下舱。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去进入到每个人的记忆碎片里边。我们可以把不同时间段的自己上传之后，就会生成不同的玩家。人格碎裂，很有可能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同一个人，都是这个 Loading， 我们就是你的。分支出来了5个性格。根据调查局的调查 ，Loading 在现实世界里已经死了。Loading 的尸体，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哎，位置不同啊，那代表死者并不是 Loading 啊。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是一个人？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有个人发现 Loading 一直在帮自己，所以用 Loading 的名义把人杀了。新的记忆空间已生成，请所有玩家进入游戏传送舱。走了，朋友们 ，Let's go，Let's go。所以我们下面要去一个新的记忆空间，会是谁的呢？来吧，只剩下你的了，对不对？我推的。记忆之门已打开，请玩家下舱。到了，是这个吗？是这个。哦，这么多药。哦，你是造药的。怎么还有零食啊？这可以设置1、2、3、4、5、6、7。这有一个2016和2014。制药厂吗？这是药柜，药的柜子。这个地方只有5度。这是个冰箱吗？哦，是的，因为还有肉片儿。这是肉，然后这是蔬菜。哦，这是菜。对，你看上面水果、奶酪。这是冰箱，对。哦，这是个冰箱。这有什么？这有个大于30。什么东西大于30？是我们的体温吗？冰箱里的那些美食是我的梦，真希望能尝尝它们的味道。偷偷藏在冰箱里吧，冰箱一旦亮起，就表示有人把冰箱打开了，吃东西就会被发现。一定要在没灯的时候偷吃好吃的哦。是你没机会吃好吃的吗？是吗？他的意思好像是我对这些美食很觊觎，但是呢，亮着灯的时候我不能吃，所以一定要趁着黑灯的时候。不是，那我吃了，他发现我会把我怎么样呢？有可能会挨打。折耳根，这我爱吃。你现在吃这个？我真爱吃。真假的？你吃折耳根？我特别爱吃这个。但折耳根要拌一下吧，哥。我干吃都爱吃。亮灯的时候不能吃。哦。火鸡面，我爱吃火鸡面。这个我也爱吃。哎，吃过吃。这什么东西？干叶酸奶。00是啥意思？是不是我们要吃大于30才能？哦，这好噎。宝贝，还好吗？
哇，真的？咱们要吃30个东西，那吃嘛，来吧，12根。哎，等会儿，吃。12根。吃。我也吃啊，12根。吃了这个。吃辣条了。这个好噎。在干什么？没事呀。 800标兵奔北坡。哎，你看那是什么？这位朋友，来看一下我，哎，我咽下去了，牙齿好白。谢谢。800标兵奔北坡，太棒了！炮兵并排北边跑，非常的优秀。为了健康，不要偷吃；为了健康，不许偷吃。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偷吃哦。好。好。 还是在哪儿呢？得吃大于30，快！朋友们，最重要的是速度，你们要吃得快。换吃。这是什么？干嘛呢？朋友们？这位朋友摸什么呢？来，赵哥来看向我，和我对视。老师，你看那边。哎，不要！这位朋友来看向我。你为什么每次一下就找我呀？上次你说你有一首歌特别擅长，你可以给我唱一下吗？什么歌？你跟我说过的，你忘了吗？我和你说过什么？随机唱一首吧。开始推理吧，开始推。OK。这个很辣哈，很辣。要吃大于30。我，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酱。我想闻一下。不是酱。28，29，你再吃一口，30，你再吃一口就是了，30，大于30，大于30。你刚喝什么？我感觉喝了一口冷的泡面汤。哦，这是那个酸辣粉的汤。你把酱油喝了，眼泪都出来了。不行，给我辣傻了。哦，给我辣闷了。我终于吃到了想吃的美食，满足了。开了。他说终于想吃到我想吃的美食，满足了。哦，来了，在这个新世界，可以品尝任何食物，品尝到世界上所有的好吃的。一天可以吃99999个蛋糕，9999杯咖啡。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孤立与欺骗，充满了甜蜜与圆满。这有一个按我们按一下。小柯，你生病的原因已经调查出来了，原来是你常吃的那家小吃是个黑心商家，食材全都不知道从哪来的。现在你的命是抢救回来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以后可能会对很多食物都过敏。这对热爱美食的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吧？希望你早日康复。
是过敏。那他过敏的有200多种，所有的东西，从牛肉、羊肉、鸡肉、虾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吃不了，只能吃药。那所以你经历的部分是这个人对食物过敏。对，没错，他在吃东西过敏的时候的一个对，但是你看他好像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在吃药。然后，但是他说了，他说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吃99999个蛋糕，99999个咖啡了，就是他好像是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这个世界很开心，所以我是开号进来吃东西的。对啊。哎呦，欢迎光临。3重薄荷脆，喝。求求我，求求哥哥，求求哥哥。我什么鬼啊！快拿走，快拿走！哦。欢迎收看今天的早间新闻。今天是4月7号。欢迎收看7月9号的新闻。今天是7月9号，7月21号。哎。我可以一个人救自己千千万万次。从今天开始，我将用颗颗爱代表全新的自己，并以 Loading 的身份去解决那些使用黑心食材的人。你意识到了自己是 Loading。我将用颗颗爱代表全新的自己，并以 Loading 的身份去解决那些使用黑心食材的人。你告诉自己说，我将自己变为颗颗爱。比如说你是呵呵哒，以后不用怕遇到职场霸凌了，呵呵哒会出现，去解决所有的职场霸凌。叮叮当，叮叮当，以后再遇到校园霸凌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大侠叮叮当会出现，解决所有的校园霸凌。00后，以后再遇到成果遭窃的事情就不用怕了，00后会出现，解决所有窃取他人成果的事儿。他知道自己叫做科科爱，科科爱。对。这还有个这个，顶级自助餐老板遭爆料 ，Loading 身份曝光。今日，本市顶级自助餐老板被全网曝光，10年前曾开设小吃店，并使用黑心材料。据悉，全网曝光的正是知名黑客 Loading。该黑客此前因导致城市重大网络瘫痪，已被列为调查局首要追踪对象。Loading 首度被监控捕捉到身影，全身上下露出了一截白皙的脖子。监控解析后发现其拥有明显喉结。目前已断定 Loading 为男性。我暴露了。这个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没错已经那啥了吗？没错，你看，首度曝光，身份成谜。嫌疑人速写，代号 Loading， 性别男，其拥有明显喉结，目前已断定 Loading 为男性。我暴露了。我来看看这个喉结的形状，究竟。他有喉结啊？你没喉结？我有喉结。为什么觉得这个照片那么像我？啥？他说这张照片的剪影像克。这是他的喉结是吧？不，这个是科。这个确实是我记得这张照片，这是机场的。啊，是你啊？对，是他。自爆了。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演都不演了是吧？没有，不是的。等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看过，就是丁程鑫什么机场路透，我觉得也很像，他有一张照片。丁程鑫是谁啊？哦，时代少年团丁程鑫，你们有手势是不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没错，就是。您说完，我看你这个笑话好不好笑？没有，我说完了已经。哎呀，真是一群鼓舞人心的哥哥姐姐们！等一下，一定要帮我的好朋友找到
寻狗启事，修沟来。修沟3岁弟弟，它是一只训练有素的大型犬。失去它后，我已经连续3天不敢独自外出。对很多人来说，它只是一只狗；对我来说，它是我的方向感、安全感，也是我唯一敢踏出家门的勇气。如有线索，重金酬谢。叮叮当，联系我。你是我的修狗？不是，是你是它的狗。啊？它是你主人，联系叮叮当是主人。哦。我是你，没有，真的假的？不是，联系方式叮叮当嘛。对，他是狗的主人，但是呢，为什么我必须得是狗呢？他说，一定要帮我的好朋友找到，他的好朋友是叮叮当，他的狗丢了，他要帮他好朋友找到，他帮他打印的寻狗启事。哦，这狗是我的，对不对？我自己想贴这个，然后就是说，哎，你帮我找一下这个。然后他就写了这，我一定要帮我好朋友找的这个，然后他就拿。那你这个逻辑是你们俩认识？这个物件是他记忆碎片里的，所以一定是他的，所以我一定要帮我的好朋友找到。你的好朋友是谁？是叮叮当，不同的人嘛。我可以举手说一句吗？你说推探，也许没有用。它会不会是一个导盲犬啊？就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听障人士，或者是……哦，我明白了，他是盲人。也许是盲人，对。哦，有道理。在演是吗？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稍微总结一下，南说的是对的，他好像是个导盲犬。如果他是导盲犬的话，他就是一个盲人嘛。狗的主人是叮叮当，也就意味着你有盲人能力。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穿梭过来，他没有这个技能，因为这个技能是狗的哈。上传记忆时，本体的身体记忆会一并载入，这些身体记忆将在游戏中以属性加成、感官优势的形式生效。就如果你现实生活里面有啥技能点它就能转换到游戏里面。但是就算有一个人是盲人，你进入到游戏里面，这个盲人属性，他能够带进游戏的，只是说你的空间感知能力、黑暗感知能力强，不会把你的盲人属性带进来。是的，所以说他还是习惯了黑暗这件事儿，他一定有这个前提的。我们再读一遍啊，来，他说我暴露了，我暴露了。手伤口为什么不同？Loading 已经不可能再进来，是有个人发现 Loading 一直在帮自己，所以用 Loading 的名义顶罪了。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可能啊？比如说 Loading 本人，他为了假死，他找了一个尸体，证明他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哼，有可能，有可能的。然后那个伤口是后弄上去的，对，是这意思。而且很欲盖弥彰的把这个袖子都打开，让别人看到这个。哦，明白了，是这样的，你看啊，我们再读一遍案件报告。来，第一个案件是最后说，根据公司监控发现右手有陈旧烫伤疤痕的人曾手持卡片进入，可惜监控未能记录下长相，也就意味着右手有陈旧的烫伤疤痕，这是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是什么呢？根据目击者称，案发后曾有一人持疑似卡片进入学校，虽未能看清其容貌，但注意其左侧有异，推门的时候身体是斜的，就是他左肩的伤出来了。最后一个是本次攻击未能完全消除电子痕迹，调查局技术最终发现 IP 地址为幸福路7777号，此为 Loading 首次在行动中暴露的地理位置。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其实是 Loading 已经知道别人知道他的那个身体特征？
意制造了一起案件，把所有的特征都融到这个人身上，然后造成他假死。因为这个所有的线索都在这一张案件报告上面出现了，所以他造了一起假死。哦，是你造的一起假死，因为这些线索都是你搜到的。哇，全在里面。煎饼铲子不翼而飞。loading 取走其金项链。机器人外观的特制硬盘。loading。所以你征集了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帮 loading 脱案。所以我就不是 loading， 我才会做这个东西。只有帮 loading 顶罪的人才会做这个东西，假死嘛。因为我手上有伤口。那你这个证据如果能排或者能锁，要么就锁我，要么就排我。你们自己就推翻了自己对我的栽赃和陷害。给你急的，给你急的，给你吓的，有吗？盲人的眼睛都快摘下来了。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去杀掉这个被害人？白设计，这个点是最重要的。我们还记得这个被害人他想要做什么？他说游戏出了 bug， 我们这些人可能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了，要把玩家们永远困在推门游戏里。他好像已经对我有所察觉。我觉得张芷的意思应该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把我们想困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现实世界。我们要确定一个点是，凶手要杀掉这个被害人，他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想回去。那就是我们现在捋了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 loading 是好人。对，是的。当然，从他的行为来说，他都是行使正义之事，对吧？所以那就有可能我们整个游戏其实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没错。然后被他剽窃了，但是原本那个我们设计的那个图说，哎，什么一家团聚，什么兄弟姐妹在身边，什么之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向往这样一个世界，美好世界。因为你想那个什么嘛，你想有个武侠世界嘛，他想吃好吃的，他想喝咖啡，你想成为豪门嘛，不用为了金钱所那个什么嘛，对吧？我是为了那个有个 AI， 然后怎么样发展世界也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东西被这个叫摆设计的人给剽窃过来，并且经过他的篡改变成他的东西。然后你们还记得就是说这个副本什么什么，那个副本什么什么，这个副本什么什么，最后有一个人用白笔写了一个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都是假的，记得吧？这都是假的。这个点上他写的不对，全都不对，被人改了。也就证明了，或许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学设计的，我们都是学编程的。所以其实或许这个游戏的原始缔造者就是我们就是创造这个游戏的作者。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剽窃者、这个偷窃者给他杀掉。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说，就是要给这个游戏打分，类似啊，然后就是他脑海里就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打不好的分，一种是要打好的分。哦，对。哎，有人提示我们必须打低分，必须打低分。哦，必须打低分是吧 ？OK。所以是谁让我们打好分？白设计吧，应该是。然后，但是真实的 loading 在告诉我们打低分，打低分。对，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往这个系统里面黑，他就一直黑进来，想要告诉我们，游戏被改了。所以其实真正需要匹配凶手特质的这个人呢，他就是需要保留自主意识，因为我们其他人都是封存记忆进入副本的。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谁是有这个记忆的，他才能够记起来摆设计对他的所有的恶行，才能够去进来密谋着把摆设计给杀掉。下个记忆房间已渲染完毕，请所有玩家回到游戏传送舱。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些线索先保留好，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更多的。对对对，行。走，出发。那你把它关在里面吧。
哎，锁住了。啊？等一下，丁没进来。救我！救我！快，你在里面反锁了，你开门啊！救我！救我！你开门。把你楠姐急死了，真的。楠姐刚拼命救你。我要撞门了，我要。他都哭了都，刚才。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这儿。传送舱已启动，开始传送。已将玩家传送至本记忆空间，请玩家下舱进入。哎呀，我天！别搞！等一下，我走前面好了。真假的？我感受一下，有人吗？我们要出来了！好，我去。来，我去了。这是谁？现在是我在最前面啊。你们哎，等一下，我不要在最后。楠，你在哪儿？这是谁？这小弟儿。这是谁？这小弟儿。进在哪儿？我在这儿，你拉我。我来了。好，我牵个衣服就行。哎。谁一直在搓这个小碎步啊？因为我在倒退。等等，什么情况？我旁边有东西。没有，他在拍。哎，后面有人动我，我后面有人碰我，我后面有人碰我。这谁？哎，不是，没事儿。哎，李飞。等会儿，我绕一下，好像快走到头了，朋友们。这有亮，朋友们。啥玩意儿？这有亮。哦，这边啊，来我这儿，朋友们，来我这儿。哇，吓死我了！哇，又回你房间了。哎，等一下，222了变成。哎，刚刚是111，换房间了。那这个1111有什么意义呢？坐。这都什么东西？这一天，这家真不白走啊！台灯搬起来。大立交。这个大立交一样。陈设为什么要固定啊？它会晃吗？哦，对，它都是固定的。我们先留下疑点，一会儿再反映这事吧。哎呀！嚯！哎呀！奶奶都来了。奶奶，包饺子。好，好啊！好。奶奶好。奶奶好。奶奶给我们包饺子，好。哎，我的乖孙子。哎，乖孙子，上班累不累呀？啊？别太辛苦了。好。这钱呐，够用就行了。是。重要的是呢，要保护好自己。没错。哎，这是我孙子给我买的丝巾。哇，香水。苏绣。哦，苏绣。漂亮吧？好看。我买的，这是我买的，好。哎，还带我住这么好的房子，奶奶我知足。好。奶奶我太幸福了。奶奶我也是，我也幸福，奶奶。哎呦，奶奶说的我要哭了。谢谢。哎呦，咱们呢今天人多，这饺子吧少点儿，不够吃。奶奶再给你们去煮饺子啊！好嘞，谢谢奶奶。奶奶你辛苦了。受累。小心外面黑啊，奶奶。奶奶再见哈。
哎，你们去聊去吧，去吧。奶奶，你一来外面灯都亮了。哎，我真是服了啊！不是，就给客户端杯咖啡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这跟废物有区别吗你？说的就是你。是我，对不起对不起。还有这个房子，哎，我都纳闷了，我当时是看你可怜，我才租给你，怎么到你这儿这大言不惭的跟你奶说，这房子是你买的？哈，挺敢想啊你呀，异想天开的啊，我真是行，你呀。你奶要是没有你这个没用的拖油瓶，说不定还能过上点更好的日子。好伤人啊，我这哭了。不行，我绝对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不然就没钱继续租现在的房子了。要是被奶奶发现我在外面这么落魄，她一定会担心的。这什么东西？啥意思啊？不是门口发生了什么？哦，饺子。什么意思啊？行了，这回够了，吃吧，就吃吧。即便过了很久，那一天仍然是我忘不掉的痛，因为你奶奶不会出事儿了吧？奶奶正在门口，其实刚要把饺子端进来，听到了我孙子原来骗了我，盘子一撒，一下子过去了。哎，这有个，这开了。我天啊！我奶奶2024年12月亡。几年？这是2024年11月12日。奶奶知道你报喜不报忧，是不想让我担心，但是奶奶看你独自承受这一切更难过了，能攒一些是一些吧。2024零年钱罐11月12日，零钱罐，然后还有个别闹了。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最大的痛苦，希望能创造一个没有生死离别的地方。这是又啥呀？这是。欢迎收看今天的早间新闻。今天是4月7号。欢迎收看今天的好新闻。今天是7月9号，7月21号。这下面还有一把锁得开，拿。那有个锁得开。哦。你钥匙掉了，给你放门口了。哦，锁没开，那把那开开。对。线索有很多，朋友们。好，来一个个来。推事日报，2025年1月5日星期三，推写2公司宣告破产。推写2公司因董事长推好2信用问题，公司宣告破产，由李李我先生全资收购。我可以一个人救自己千千万万次，以后李李我会解决所有伤害老人的人。2026年，Loading 全网直播锤爆无良老板，并取走对方金戒指。不过直播时却发生小插曲，误触开启前置摄像头，画面虽仅闪烁0.01秒，
但永远可以相信这届网友的手速 ，loading 的房间一角被截图了下来。摄像头在那儿，照的这儿。我们都住在推门公寓，每个周六晚上，我们7个人都在我家聚会。我们还将所有 loading 的案件的纪念品都交给宁宁后，保管在他的公寓里。哇，全在里面。尖顶铲子不翼而飞。loading 取走其金项链。机器人外观的特制硬盘。从左到右。从左到右什么意思？就是锁，一共是7个字母，左4右3。这儿不就这7个人吗？7个人啊！1、2、3、4、5、6、7个人。哦，7个人，每个人的姓氏是吧？丁、贺、南。稍等，贺、南，然后这是飞吧？飞还是李啊？李吧？是李。开了啊，那就对了。然后金明科。对，金明科。 OK。这是我们的一个 loading 符号。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过走不出的阴霾。金是父母沉迷于打牌，长期忽视自己，家里永远只有冷冰冰的争吵。在你的9岁生日那一天呢，你想要获得父母的关注，独自买了个蛋糕，走去棋牌室找父母的路上被坏人强行给抱走。南呢是与宠物狗修汪汪相依为命，视其为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但是狗狗遭人投毒，亲眼看着狗狗死在自己怀里，投诉也无门，精神世界彻底崩溃，形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是南。宁一手开发的独家技术遭人窃取，形成严重创伤。贺兼职时期遭遇严重的职场霸凌，形成严重创伤。丁高中时期也遭遇严重的校园霸凌，形成了严重的创伤。科大学的时候吃了黑心小吃，对所有美食过敏，形成严重抑郁情绪。李遭遇职场言语霸凌，并因刺激而加重亲人病情，致其死亡，形成了严重的忧郁情绪。有些人的账没人跟他们算 ，loading 算，不等迟到的正义为过去的自己按下重新加载键。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在黑暗里独自把自己捞出来的人，一次再一次，千次万次。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救自己千千万万次，不只是说，是我一个人撑过来了。也是说，现在的我可以去救千千万万个和曾经的我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成立了 loading。有没有可能我们4个人都是 loading 的？他俩都是 loading， 他做了他为他自己的保护的事，他做了他自己的保护事。loading 可能是个组织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人格分裂已经被推翻了。对，人格分裂已经被推翻了。秘密基地图书馆，联络与标志。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在电脑上打开一个空白文档，输入 loading。我们接收到求助信号，便会为其单独出求助问卷。行动成功后，我们会拿走一样东西作为信物，并且在现场留下一张纯黑卡片，卡片上印着加载成功。成员代号：成员们在网络世界行动，若使用真名，极易被调查局追踪，因此每一个加入 loading 的人都将给自己取一个代号，这个代号也象征成员觉醒后的新自我。此后，成员都将以代号称呼彼此，并展开行动。当前，7位成员的代号分别是赫赫哒、叮叮当、宁宁后、可可爱、理理我、南南都、金金亮。我叫南南都，我不喜欢南南都，我要简单都，不能南南的。每一位成员都背负着特定的过去，我们加入 loading， 亲手解决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赫赫哒专门惩治那些职场霸凌的人，叮叮当专门惩治校园霸凌，宁宁后专门惩治剽窃他人，可可爱专门惩治黑心商贩，
李李我专门惩治那些伤害老人的人，南都会去惩罚那些伤害动物的人，金亮专门惩罚那些人贩子。除了惩戒那些躲过责罚的人，我们还想创造一个推门游戏。哦，现实中完成不了的梦，只要推开这扇门，就能变成温柔治愈的美梦。我们都要进入游戏，因此需要一个专业可靠的游戏管理员，邀请百设计作为管理员。哦，我们还在推门渲染了一块我们的专属地图。这块地图只有我们可以开启，因为只有我们才知道彼此最深处的梦。只要填上4个副本的做梦人，就能开启专属地图。副本1、副本2、副本3、副本4。我们7个人，因为这个组织越来越壮大，引人注意，所以我们要推到1个人的头上。我们自己假造了一个叫 Loading 的人 ，Loading 是一个我们创立的集团，但是外界以为是同一个人在犯案。没错。你想，我们7个人1月份发现我们的事情越来越掩盖不住。2026年1月发现的。监控发现一个右手有陈旧烫伤疤痕的人，未能看清其面容，但注意到其左侧有翳。推门的时候身体是斜的，本次攻击未能完全消除电子痕迹，定位至幸福路777号。2月份去伪造了一份精神分裂书，这是2月发现的。这是一份心理诊断报告。幸福77号。3月份我们去找到一具假尸体，把我们每个人的特征弄在上面，而且那个尸体是集我们所有人特征之和。3月9号，某后巷发现一具男性尸体，体表特征检验如下：手部、肩膀有伤口，局中局。对，自己设的局，包括这个别闹了药都是我们故意放的。你应该有点焦虑抑郁。我一个人可以救自己千千，别闹了，你也吃了。别闹了，我也吃了，别闹了。哦，这么多药。还有个别闹了，让所有人以为我们这个 Loading 这个组织其实是有个叫 Loading 的人精神分裂了，然后他一死就没有人调查我们，我们7个人就可以继续清清白白的过自己的日子。我记得在那我们不是发现那个滑滑的纸吗？那个纸上面说的是，他要把我们全部困在这个推门游戏里，不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凶手写的。我查到有人要把玩家们永远困在推门游戏里，所以凶手知道我们7个人进来玩游戏，但是白设计想把我们7个人永远困在这个游戏里面。是的。动机出来了。白设计为什么要把我们永远困在这里？因为他是偷窃了我们的作品。他把这帮人困在这儿，所以他就能永远拥有这个作品了。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这件事情呢？这个原本的设定就是一个选择题，你可以选择带自己的记忆进来，也可以选择不带。进入游戏后，玩家可以选择是否封存记忆。封存记忆后，玩家将失去进入游戏前的全部记忆。我们7个如果这么聪明，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做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选择7个人都忘了一切进来到这里呢？我们当中有1个人保留了记忆。先把那个新空间打开吧。我们要回资料库是吧？对。走，我们去看看。走吧。你不走了？他下线了。哦 ，OK， 他卡 bug 了。行。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哦，回到早上的位置了，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你的脸。
来吧，我的是武侠，是不是？我们先把副本1看一下是什么东西。这块专属地图只有我们可以开启，因为对，只有我们才知道彼此最深处的梦。只要填上4个副本的做梦人，就能对应嘛。对，副本1是安宋秋玻璃厂，想进豪门的是贺，对不对？对。每个人生来就是顶级世家的继承人。天凉了，该让这个园艺公司破产了。副本2是星光咖啡馆，星光咖啡馆是我。你想喝咖啡吗？我想喝咖啡。对。在这个新世界，可以品尝任何食物，品尝到世界上所有的好吃的。一天可以吃99999个蛋糕，9999杯咖啡。求求我，求求哥哥，求求哥哥。然后他是武侠。我总是被他们关在厕所里，吊在树上打。于是我告诉自己，你是大侠，你是会轻功的。侠为天下先，侠为苍生颜。小丁，你的侠道要你自己去找。 4是谁？4是那个狗狗啊。狗狗不是男吗？男，对。男呢是与宠物狗修汪汪相依为命，但是狗狗遭人投毒，亲眼看着狗狗死在自己怀里，投诉也无门，精神世界彻底崩溃。我们狗狗就是要忠诚于我们的主人。我都感动了，有点儿。您呢？您的是那个 AI。AI 好像是星光咖啡馆吗？都2个一起贴呗。对，一个副本有2个故事啊。我为我的 AI 倾注了全部心血，它却在我25岁那年2月份，也就是我生日那天被偷了。AI，想发财，先发疯，不可手段向前冲，财富自由不是梦。我们要想尽办法，不仅要找出真凶的同时，我觉得要把这个园区给它搞掉。哦，对，前面是2个故事，最后一个是1个故事。对，副本1是团圆吗？哎。金是父母沉迷于打牌，长期忽视自己，在你的9岁生日那一天呢，走去棋牌室找父母的路上，被坏人强行给抱走。在安宋秋先生温柔的教育下，家族世代传承的是爱与尊重，没有暴力，没有吼骂，只有耐心的倾听和温暖的拥抱。每个孩子都在看见中成长。飞贴龙东君之李遭遇职场言语霸凌，并因刺激而加重亲人病情，致其死亡。东将军与我师父是大同，他们2人高山流水觅知音。在这个副本世界里，无论是侠客还是将军，或是各国的太子公主，你们都怀着共同的济世之心，护一方孩童不受欺，守一城老者得安宁。专属地图已解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00后，私人储物箱放入 loading 的名牌即可打开，仅输入1次，若放错，箱子将永久锁死。我天，这个很难的哦。很难的哦。哦，电脑拿那。那我把电脑拿下来先。来，那我们在这儿开一下。看一下推门公寓盛大开售，多套房源火热在售，户型一致，拎包入住即可，立刻预约，免费专车接送，欢迎咨询。看照片。这我们家都是，就是意思，我们所有人的家是一模一样，精装房。聊天记录啊。我需要一个心理诊断报告，能做吗？能。2026年2月1号，就是这个凶手，他已经开始策划这件，自己要替大家去赴死。他在就5个人精神病那个吧？对，想让自己分裂成5个人那个吧？ 5个人，其实就是打自己。来，伙计们，你们好，欢迎加入推门游戏，恭喜你找到了这个彩蛋。推门游戏的所有主创00后、金金亮、赫赫哒、叮叮当、可可爱、南南多、李黎，我在游戏世界里埋下了这个彩蛋。率先找到它的人可以解锁支线任务，寻找 loading。7位主创中，有1人因为过去的伤痛，身体出现了不可逆的并发症。这个并发症虽然会对他的生活会产生影响，却不会危及生命。他说，因为一些伤痛导致自己有并发症，但是不致命，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他是什么呢？失明。
啊，我失明啊。对，因为是叮叮当的导盲犬。你是失明的，他是什么？手烫伤。他是什么？过敏。过敏。我是什么？你没有病。哦，那我排了。千言万语是等这一句，我是没想到。7位主创中，有一人在2026年3月9日，他以一种我们无法意料的方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幸运的是，我们6人在他离开前的几天前，就将他的记忆与意识储存在了游戏服务器里。哦，那具尸体。我们便让他以数字人的形式在推门游戏中重新复活了。因此，进入游戏的人可以再度见到他。他很害怕孤独，生前如此，在这里依然如此。所以，我们用 loading 作为他的代号，代表 loading。他很害怕孤独，生前如此，在这里依然如此。有一种可能是他自杀的。他为了我们扛下了我们的罪恶去自杀，而且他自己弄的那些伤。而且你看那个伤还在流血。对。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就是临时弄的都有。新轩的伤。没毛病。新轩的伤。对的。OK。现在的我可以去救千千万万和曾经的我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成立了 Loading。这个 Loading 这个组织其实是有个叫 Loading， 然后他一死就没有人调查我们7个人就可以继续清清白白的过自己的日子。愿所有玩家和我们都能在推门的世界里获得新生。各位玩家们，你们能找到谁是我们这位逝去的朋友吗？好残忍的方法，把别人的记忆放在了一个电脑里。不是，是这样的，这个并不残忍。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陪了他一起块，你懂这个道理吗？就我们现生的生活也不要了。对，我们现实生活已经不要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友情啊。对呀，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我们现在都连着电脑在这样呢。对。就为了在这陪你玩，你还觉得残忍？在这儿，对。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朋友吧，就是我们7个人是好朋友嘛。然后呢，这个凶手他跟我们一块长大，他很爱我们。然后他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人手上有伤疤的这个犯案了，对吧？肩膀上有伤的犯案了，因为他本来身上就有病。打个比方，他有一种病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不影响他死亡，但是活着没意思。我想说这个逻辑。所以呢，他说那我宁愿用一种自杀的方式替我们这个 Loading 组合去扛下所有的罪。所以我就把右手弄上一个伤疤，这扎一个血，我就代替这个 Loading， 我绳之于法。是的。对，所以呢，通过这一点来说，比如说，那他的伤疤和死者那个伤疤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可能是他。对吧？他活着，如果他死了，那就应该照片和那个伤疤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对。如他那个肩膀上是一个新伤，如果是他的话，他是在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被人霸凌，对吧？所以那个伤疤不可能是那么一个，还有注血状，还有血状，包括一个结痂的那个状态，所以他的疤痕不应该是那样的。是的。所以通过这个尸体可以排除2个人，就是死掉的那个凶手不是他和他。如果我自己新扎一个伤，那个血应该是从伤口以下露出来，但是那个伤口是一整条血，你懂吧？它不是说从这里发散出来流出去的，它是从某一个地方流血流经过了那个伤口，你可以再看一下。那所以不，那我们直接，因为那个图片确实无法判断，那就排不了你吧。就是我排不了我，排你，也排我，必排。OK。好了，我现在升级为推探了。你什么时候升级了？就在刚才。这3个小杀手，以后可能会对很多食物都过敏，这对热爱美食的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吧？从今天开始，我将用科爱代表全新的自己，并以 Loading 的身份去解决那些使用黑心食材的人。他会不会是一个导盲犬啊？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听障人士，或者是……我明白了，他是盲人，也许是盲人，对。我知道了，是他们2选1，因为他们身上有无法很严重，不影响致命，但是让他们活得很不舒服的创伤。大家快来看，说出他的目的即可解锁。朋友们，他的目的是
替朋友赴死。来，对，不是替朋友扛下他们的罪。对。哇，3月24日，今天是我作为数字人在推门里重新见到他们的第一天。我知道他们6个一定都会选删除记忆进入游戏，毕竟入推门就是为了做梦，带着现实的重量入梦，未免太累。而我选择了保留，是因为他们把我的记忆、意识还来不及说完的话，一点一点上传进了这儿，让我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我想记得他们。是否保留记忆？他应该选了是。是，他选了是。要保留记忆进来。3月24日，当初那几个小笨蛋不小心将自己的特征暴露给了调查局，我也只能在之后故意暴露自己的一个特征，并在身上伪造出所有痕迹，都是在网络上追踪我们。所以完全可以让他们认为 Loading 是一个人，反正我本来就会死，死前替他们扛下一切，值了。我知道了。我利用数字人的便利提前潜入了游戏，也正因如此，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游戏里属于内测玩家的登出指令 ESC 被人秘密删除了，意味着登出游戏的通道将会在所有人玩完副本4后彻底关闭，而我们也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成为游戏原住民，回不去现实了。当我知道时，其他6人已经开始载入游戏了，且都删除了现实记忆。看来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他们了，揪出他们中的删除者 ESC。OK， 下一个。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梦想中的4个副本和新手失恋全部一键改成充斥着杀戮的暗黑剧情。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做梦，现在却只能在一场场噩梦中挣扎，被迫打出低分，弹出游戏。他的意思是，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意识到。对，哎，不一样啊，我们一直打。对，这样也会导致2位玩家经常与另外5位玩家分开进入游戏，分开回到游戏任务区，但为了他们的命也无所谓。就是南和李有时候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但这个又回来了。明白了，解释了。行。我发现他们越挫越勇，我们是精神病，还喜欢上了破案，给副本的总分并没有低至100。其实真实经历的会跟这个有天差地别，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梦幻般的美好，但是玩得挺开心的。如果是这个纸上写的人生，我会打99分；如果是我自己真实经历的人生，我也打99分，因为跟大家在一起的人生就是99分。我应该是打满分的。好了，打分完毕。虽然我本来就写了99。谁给了999分啊？我呀。OK。然后呢，我只好利用我们7位玩家的特点，在游戏里触发了7个大 bug， 导致副本3渲染失败，随即触发分流，5位玩家被拉回推成鬼市后台1，另外2位被拉进了鬼市后台2。他和李飞去2了，我们去1了吗？副本3推成鬼市，场景渲染失败。副本3推成鬼市，正在崩塌，无法进入。这是哪儿？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没想到大家意外发现了可以修复 bug。虽然我消极应对，可惜他6个人齐心协力把 bug 全部修复成功了，我真是谢了。那你给我拿来！你拿来！恭喜5位玩家成功修复第1个 bug。刘宇宁肚脐眼儿。就这一个字。恭喜5位玩家成功修复抓马 bug。恭喜5位玩家成功修复贪玩 bug。天妖娆，天妖娆，天妖娆。恭喜5位玩家成功修复第4个 bug。为什么三角形在你们这儿就不稳固？恭喜5位玩家成功修复最后1个 bug。我真是谢了。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我们把推成鬼市搞坏的，结果我们去嘎给修好了。行了。我本想告诉大家真相，可却通过这次修 bug 的过程发现了白世级的异常。以防被他发现，我将查到的东西全部藏在了加密的盒子里了。OK， 这个 OK。他首先是个男人吧？首先是个男生，也是一个真男人，真正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男人。第2个可不可以确认他身上有虽然不致命但很困扰他一生的疾病？疾病是的。
我们得捋刚才那可以拍2个人。你说那个这几个小笨蛋是吧？先出现的那个暴露的顺序，我们要捋一下。顺序在这儿，这是第一个是2025年12月份，这是李我的2026年1月份，对吧？他是第2个。1月份。对。先报了一个这个。你这样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我觉得能排他，他第一个不可能是他。好，今天就把他排了，好不好？为啥呀？他是第一个暴露的。对啊。他是2025年12月。你看这个线索，这个是1月份发现的，所以就说这4个人不知道先后顺序，所以这4个人是一个范围。李飞是1月份。就是这个时间线排了一个人。铁排了一个人，第1位是铁排的，对，把柯给铁排了。对啊，我刚刚就是这意思。这个人有一个长期受困扰的疾病，但是不致死，他没有疾病，又把他给铁排了。他们俩不铁排，我是觉得第一个他有失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事儿。对啊。第2个宁哥有孤独，他爸妈的事儿咱们可别忘了。他从小是孤儿，对啊，从小孤儿，所以他害怕孤独啊，他需要朋友去陪伴的。你害怕孤独？他不害怕孤独啊，他是被霸凌了，就是欺压而已，他不是孤独，他有人陪伴他。我是现实调查员。我发现游戏资料库里有一个被 loading 上锁的区域，刚刚我破译成功了，密码就是226。来拿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这手机怎么自己在念东西啊？哦，我知道了，这是 iPhone 的旁白功能，应该是给智障人士用手机时候的辅助功能。那这部手机的主人会不会视力不太好？有可能，看看怎么关了这个旁白模式。辅助功能按钮，旁白切换按钮，旁白已关闭。所以这个电话就是你的电话，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肯定是他了，开盲人模式的，锁死了，而且又在夜间操作。OK， 来吧。这个我来了。推门的那7个主唱拒绝了我，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低价收购推门吗？这个白设计说，我是 loading 介绍进来的，所以他们很信任我。等他们完成副本4后，推门游戏世界就会彻底构建成功。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从游戏世界里抹除，并派人把现实世界的他们处理掉。这款游戏就以后独属于我了。然后这个买家说：“真有你的，可千万不能掉链子，我钱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个摆设计说：“别担心，毕竟我可是游戏的明星设计师啊。”这个 P 图达人说：“帮我把这7个人的脸换成我1个人的，要阴湿帅气风。”客人，你还满意吗？哦，我们那天看到的照片记得吗？白设计，推门游戏设计师。哦。白设计先把这个游戏变成他一个人的，变成他自己的。被我们的好朋友发现了。对啊，好朋友挺身而出。对，不然不可能。我通过监控发现百设计竟然想害死所有人。百设计原本是我介绍来成为推门管理员的，因为我们几个要进入游戏做梦，所以需要有可靠懂技术的管理员来做运营管理。没想到他竟然被收买了，我必须在游戏世界先除掉他了。我通过监控发现白设计想害死所有人，你是个盲人，你咋看监控？对啊，对哦。现实生活中他进游戏就失明的状况，你进游戏世界又不代表你失明进来。他进游戏就恢复了视力。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把我们的英雄小弟的名字写上去啊？我觉得这个英雄自己写自己英雄的名字。英雄自首。这么简单，这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对，锁死了。对，这次机制不一样，咱们不是投票了，是我们一起选一次，只能仅限一次。哎，那等一下，李飞什么病啊？李飞是家里在直播的时候背景露出来了。嗯，他是26年的2月份，比你们还厚。哦，对啊，他故意暴露的有可能啊，所以李飞也有问题啊。
李飞可能是凶手。但是他有什么问题是导致他有什么病呢？问题是现在是。他有什么病呢？我们把李飞给忘了。我们把李飞给忘了。这李李我也是嫌疑人啊。对，李飞是这样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现在把他就冤枉成凶手？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是在说，哎，当初那几个小笨蛋不小心把特征暴露给了调查局，我也只能在之后故意暴露自己一个特征。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我在直播突然反转了镜头，然后对，虽然只有1秒，但被大家记录下来了，拍到了这个东西，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在这个售楼处，我看到了这张图，哦，可能他并不是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但是他知道幸福777号的那个装修是这样的，所以知道这张宣传海报。对。所以他故意暴露。对呀，李飞的房间也是啊，因为所有都粘贴好了，不能移动，所以他的家一直就能是这样的，懂不懂？就是他所有的，我的整个房间就是这样了。哦，你是盲人经验，是不是？是。他怎么移还是在那儿，所以我就闭着眼睛，我知道他一直肯定在那儿，因为贴好了就在那儿，所以我过去我就知道。哇，他说的标记好了。盲人的话就会。哇，可以。重要的是他东西不能动，故意暴露盲人3个东西。然后他奶奶就是离开的那么伤心，对，他很孤独，很孤独。我觉得他是集宁哥和小丁的所有特征之和，所有痛点。这2个区域都可以搜一下，去找一个所谓的编程进来的一个凶器嘛。应该有原本设定在这里的一个凶器，是吧？哦，找凶器，我们要去找一下凶器，会不会在游戏大厅呢？那边也得找，这边也得找，都得找。看看红箱子里面，踢翻给他。不，踢不了。哦，等一下，这是时钟吗？什么？什么？什么？这是那个插喉的凶器。哦，站在这后面是吧？这是时钟哦，它是指针是吧？是这意思吗？那我们找到了，他确实是在这里杀的。对。这个凶手是怎么行凶的？在他进来的时候要调整什么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杀掉的。这个时候全场暗灯。对。凶手呢，就早在这个房间里就扣定了一个武器，就放在这个藏在这个后面。对，然后他呢，因为某一种现实生活的经历，导致他在夜间非常能够辨认各个的事物。夜视能力特别好。在10点08分的时候让他中箭，然后这样开门，把他拖了进来。这个时候10点10分的时候，他把他拖进来，所以检测到有个生物，这个生物是他本人，对，是凶手本人。然后那边早就准备好了弩和弓箭。行，那我们去集中讨论吧，走吧，好吧。然后把李我叫回来审讯一下。审讯一下，好嘞。我们先集中审讯，先把人要过来，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的 ，OK。而且今天呢，因为我们要投一个名字，我们要集中的一起把那个名字投到那个箱子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卡先发，在所有的讨论完结束之后呢，我们先各自粘上，粘上之后我来统计这个票数。行，好，听你的，听你的，天天都听你的，就看你了。都听我的，兄弟们，完全没把难为情当回事儿，是吧？我也听你的，都听你们2个的。来，审讯理我，召唤，理我。你什么不知道？你认为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当然了，咱们都是好朋友。你想起来了？因为在房间，在我家的时候，我知道这些。我问你，你这辈子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你是怕抑郁，还是怕孤单，还是怕走备孕，还是怕挣不到钱？这4样你最怕哪个？如实回答，只有凶手才可以撒谎。不是，你要问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记忆只有今天。
你要说我这辈子怕啥，我就今天怕啥呀？他说了一句重点的话，我的记忆只有今天，就代表他没有前世的记忆。我只有游戏里的这些记忆。你的职业是什么来着？哪有职业呀？什么职业？咱们都玩家吗？搜一下吧。一搜着，回家的钥匙啊什么这些东西没啥用。没有。这边不是准备要回家，啥也没有，真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没有。传错人了，老师。你这眼镜是几度的？眼镜戴多少年了？这都戴多少年了？哎，不是只有今天的记忆吗？哎，你知道你家里面那些东西都是粘在原地是为什么吗？粘在原地，不是咱们盘的时候不是说粘在原地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你刚刚才知道啊？你不能啥也不说呀。什么？那个阿南，你凶他，对你凶他一下，你不能什么都不说呀！你给我说，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对，我说不是问啥？我说不用凶。你怕孤独吗？孤独，这怕还是不怕呀？不知道啊，这个不是你知道啥？不是真的是不知道，就是没有记忆。我们问一下今天的事儿，他只能说今天的记忆。好，那么就是你今天不是以一个 coser 的形象被传到副本里面吗？对。OK， 那你在 coser 之前你有记忆吗 ？coser 之前就是玩游戏吗？咱不是玩游戏吗？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都是咱们前面咱们一块打副本的吗？我跟你们一样。你跟我们一块打副本，所以副本1、2、3、4你都有记忆。对，我都在，那些我都在。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有一期副本的杀人手法，他是不是也是在黑暗中作案？那个园区里边。哦，天哪！这次又是黑暗。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刚才通过他房间的那个各种粘的那个东西，这个大力胶一样的。陈设为什么要固定啊？它会晃吗？哦，对，它都是固定的。已经确认了，现实生活中应该就是个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不是我家里贴那我家有老人呢，因为你那些东西打翻了，我奶奶她会很碰着那些东西。奶奶看不见吗？奶奶能看见呢，但是很危险。那这有什么怕打翻的呀？但是这些跟盲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因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个玩家，你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一位盲人。那不知道啊。我们告诉你嘛，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固定住，因为固定住才会，就是你碰到的时候它不会打翻。那你要是这么推测，反正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因为我家里确实是有老人，我怕他乱碰这些东西，危险。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这种，就是你们的房间里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记忆空间里没有。就宁哥家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嘛，他家的东西都可以动的。他不可能以动和不动区分这些东西吗？差别很大。那你说，那他家里就没有其他异常吗？他家里不是，全是防撞条。哦，对，所以我说这个他家里为什么全是防撞条？还真是。对，有可能我眼睛也是有视力障碍的。我们好像都具备黑暗当中找东西的能力。我觉得我们现在没必要纠结失明这事儿，因为失明这事儿，大家都有一些属性。对，都有一些，没办法直指线索。现在我们需要去按照那个
排凶的点是孤独这2个字儿。我们通过几个人的事件来分析这个人有没有孤独的原因在。孤独的话又是他们俩，阿飞是非常孤独的人，因为奶奶没有了。这是我孙子给我买的丝巾。奶奶2024年12月。因为奶奶这个离去一定是对他打击非常重大的。我不觉得这一点，我倒不觉得。李李我他是奶奶去世了，他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我在职场上没有做得很好，我被人说闲话了，然后被我奶奶听见了，我自己的责任导致了奶奶的一些并发，是我自己很愧疚，不是说因为奶奶去世了说我很孤独，它是我对我亲人的一份愧疚，我需要去提高自己，或者说去弥补这份遗憾。但是宁哥的点，他是从小就孤独，他甚至做了一个 AI 父母来陪伴自己。我从生下来就在福利院长大，因为常常幻想家人的模样，所以我用 AI 做了一对父母来陪我。这个点是不一样的，本质上面。他不害怕孤独啊，他是被霸凌了。没事，我走了，老师。啊，我再见啊。我告诉你这个孤独这事儿啊，首先呢，孤独一定是我有的，对吧？失明我也是有存疑的，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家住在哪儿啊？幸福路777。我家住在777，对不对？我们现在看那个说确定了 loading 的身份有几关键词啊？第一是右手有伤疤，左肩有受伤，是，然后家住在7777，没错，因为我就家住在这儿，我会找另外一个房子，我不可能把我家本来住在哪我就暴露出去，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儿。我原本就住在那儿，这就说明这是我不小心暴露的。我不是说我故意暴露，我就不说在幸福路777了。我故意暴露，我就说在，那个很惨路2222了，我就不会跟777扯上任何关系了。你们再看一眼那个，当初几个小笨蛋不小心将自己的特征暴露给调查局，我也只能在之后故意暴露出自己的一个特征。哦，不，宁哥。凶手暴露自己身份不是为了混淆别人的视听，暴露自己的身份是为了让他们认为 Loading 是一个人。嫌疑人诉写上面写了，该对象具有极高的反侦查能力。为什么这一次是唯一的捕获一次？我们可以完全信任是他故意暴露自己的特征，而且为什么暴露幸福路777号，并不说我要暴露这个地址去混淆别人，说你要去另外地方查，他住在那儿，而是说我要告诉你，我就住在这儿。而且我身上的所有标记指向了凶手，我们都是一个人，不是我们7个人。咱们那个凶手为了保护我们大家，保护兄弟们，怎么同时一个人保护7个人？只要让调查我们的人认为没有7个凶手，只有1个凶手就行了。所以凶手就在主动暴露地址的某个人中。这个好像是 Loading 的 IP 地址，就是追踪他的 IP 追踪到的就是这个。这儿，这是你家。等一下，222了变成。刚刚是111。所以这就合理了呀。那你合理，你锁的是谁呢？我肯定说的是宁哥嘛，在我这儿嫌疑比较大。我跟你说，我现在又觉得也是宁哥，是为什么？大家注意这张团聚的图，是不是李飞的家？对，222。然后后面写着，我们都住在这个公寓，每周六晚上我们7个人都在我家里聚会。还有，我们将所有 Loading 案件的纪念品都交给宁宁后，保管在他的公寓里。哇，全在里面。硬盘、叉子、金链子、戒指。完全让他们认为 Loading 就住在幸福路777号，而且就是一个人。对，所以是宁哥故意暴露自己的家里地理位置，想让他们去找你。那我再说一个点，我看能不能解决我的嫌疑啊？这个东西，啊，这是在我家找的吧？你看，黑入调查局监控，这是2026年1月份发现的，3个作案方式。然后还有一张类似这样的条，第二写的，
这是2月份发现的精神分裂的那个。如果我是凶手，我自己去拍那个东西去干嘛呢？再说一个点，我凶手一定是有一个失明的一个点。对，咱就算我失明了，好不好 ？OK，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这个是1月份发现的，证明什么呢？证明我可以使用电脑吧？电脑都有那个苹果。对啊，你们那个。这是我拍的照片儿，你看看这是照片，它不是电脑截图。一个房间只是贴了防撞条，对不对？不能证明什么，其实。对，也有可能怕 AI 机器人撞倒呢。对，是的。防止 AI 机器人撞倒。对啊。哦，你怕你爸妈撞倒，他怕 AI 撞倒碎了。防止我的 AI 父母磕到桌上。看你 AI 父母碎了。AI 父母这个说破了。因为我妈喜欢让我跳舞，所以那是我跳舞的防撞条，懂吗？我爸妈让我表演这个，你忘了吗？他爸妈让他表演这个，怕他转到防撞条上去。我觉得宁哥说的跳舞防撞和 AI 父母防撞，我觉得能说服我。我完全说服了。那个防撞条就是怕爸爸妈妈磕到。非常明了，就是宁哥的防撞条只是为了守护父母。我们家里只是粘了这个防撞条，没错。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失明，对不对？对。但是离我家里是每一个物件都固定的，这是一个非常死的一个证明。我现在也觉得黎黎我很孤独了，因为我们每周6都要去他家里聚会，黎黎我也很需要陪伴。对。黎黎我，好不好？就是黎黎我。我觉得这说服我的一定是 AI 父母。好，来，大家都贴好了吗？贴好了。来吧，来，3、2、1。好，那全票通过黎黎我。我来了。来喽！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现在宣布本次案件所凶。成功！哇！耶！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因李我的写作习惯，说每句话的结尾都不写句号，将 loading 玩家日志的内容和李我房间的笔记本日记内容进行对比，可以推断出李我就是 loading。恭喜全部玩家获得一把金钥匙。还是靠你们的聪明才智，终于找到了凶手啊！是宁哥的抗辩，宁哥牛逼。来，拼一下吧。这个在这儿吧？这是中间的，哎，这个是对的。对。右下角。这个很明显是这个角角的，这个角角。然后 ，Hello 各位，兄弟呀，想你了，是吧？恭喜大家还是所求成功了啊！没错，这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拼图，干嘛用的？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是这样的啊，主要呢也是情同手足啊，希望朋友们好。所以呢，在我死之后，我被做成了游戏里的数字人啊。然后我发现呢，摆设计确实要陷害大家，我就先一步动手了。只不过呢，就是在我成为这个数字人以后啊，我发现我拥有了一项能力，就是我比黑客还强大的一个破解能力。之前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loading 导致全推式网络瘫痪的那个事儿，但那个不是我干的。据悉，全网曝光的正是知名黑客 loading， 该黑客此前因导致城市重大网络瘫痪，已被列为调查与首要追踪对象。哦，那个已经查明了是有黑客嫁祸给我的。至于那些整蛊那些个霸凌者的那些人，他们需要赔偿金，这个赔偿金我已经凑齐了，我会把这个赔偿金交给调查局，然后你们回到现实世界都可以好好生活。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回不去现实世界了。啊？不是你把摆设计杀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退出游戏了吗？我原本以为是这样的，啊，但是就是现在呢，你们没有办法退出游戏，因为这个游戏的登出键已经被其中的一个人给扣掉了。其中的一个人。你们有一个人想把所有人永远都留在推门这个世界里。我。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来进入音乐秀双城之战，收获今夏最夯的实景剧情，向探索体验。扫描2维码了解更多资讯。今天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共鸣的一点就是，虽然这7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遭受到不同的痛苦或者不公平的待遇或者不幸的事件，最幸运的是他们仍然有朋友陪在身边，他们每周都会有朋友的陪伴，一起聚在一块儿。甚至他们还会创造一个游戏，就是利用 AI 啊，利用科技，打造出自己一个可以放着自己所有对于生活的理想、对于未完成的遗憾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人找到另外一个出口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去弥补自己的遗憾，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跟朋友一起，或者用科技手段，用 AI 啊来安抚自己、拯救自己，因为只有自己才可以帮到自己。我觉得人生一定都会有经历低落和失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如果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重新出发。只要迈过了这道坎，我觉得一切都会好的。要相信有一个人也在远方默默为你祝福。当你去开始发现到自己的一个热爱的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去钻研这个事情的过程，你去进步的过程，其实是能够给你心理和生理上都带来很多的刺激的。通过这些刺激来给自己带来一种正向的回馈。当然了，你遇到了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故事里的这种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的创意被剽窃啊等等，这些实打实的一些伤害和问题，它不是源自于你自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一定是要合理的去站起来为自己发声，并且主动的向外界寻求一些帮助。遇到困难啊，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焦虑，就像有首歌唱的一样，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不要去就好像一下就被打倒了，因为一定会有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不顺心的事的时候，这种抗压能力要增强一些，然后在自己专注的地方再多多努力，多多的热爱生活，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那个低谷的。有些时候其实虽然看不到出口，但是出口是肯定存在的。雨过天晴嘛，相信自己一定会挺过去，而且也可以找人去倾诉，不一定都要藏在心里。就是叫你七彩祥云来救我。就我个人来说，在我自己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挫折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能够分散我注意力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去寻找一个兴趣点，寻找另外一个能够让我投入精力的事情，让我去转移一些这些东西，而不是说遇到一些困难了，把自己沉溺在里边，把这个情绪放到最大化，就是交给时间，你自己成长起来了，自己强大起来了，以前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也不会影响你情绪一个非常严重的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外在比赛我们可以输，但是我们的内在比赛永远都可以不输。说就是你在这个霸凌中或者种种原因，就是你发现自己，没有掌握局面，就是在你的内在比赛永远对自己有一份宽容和接纳。当然有时候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有自我攻击，但觉知到了别把它当真，所以这个自我攻击才是这些事情的这个关键。因为心理创伤的一个说法就是自我被破坏了，那么自我被破坏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就是失控，所以这个时候就问问自己能做什么，是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有时候我们能做一些大的事情，就比方说找人求助，是吧？就再一个比方说法律上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上就可以更大程度上得到恢复。你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知道他的目的，你们才能离开这个游戏。寻找 ESC 的旅途。你们已经有一个人被病毒感染了，现在 ESC 他有一个帮凶。我们不是好家人吗？这相煎何太急啊？为什么要这样？哦，好几个人的病例。我们都有一些情绪障碍问题。暗网其实 loading 根本不是英雄，而是公子。所以这 ESC 是个纯坏种。有人！什么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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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怎么躲呀？这轮啊，坏人要发力喽！来压死我来，我得在你们身上。喘不上气了，兄弟，一会儿。好，两个人像发了疯一样。我们俩纯属被冤枉，这船没招了。我觉得他们俩嫌疑最大。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每个朋友都要通过默契测试，这不可能成功的。做自己。我不对你比心，我凭什么对你比心？这样。人家比谁？好，出去吧。等等，我以为对了。有人捣乱。这个 ES 很坏。激活现实之门的唯一方式，限3个人，请注意，你们只有一次机会。现在谁想站上去？我也想站，因为你知道上面有你的同伙吧？这么快就要打起来了是吗？你是好人吗，小子？如果我是坏的，就承认我厉害 ，OK？ 骗了你啊！你坏不坏了？你坏够了！让你们怀疑，去吧，怀疑吧，继续。我心跳好快啊！现在开始检验。我是本案的凶手，理理我。因为我在死前已经失明，因此我对黑暗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而且拥有超过常人的听觉和嗅觉，能在黑暗中行动迅速和自如。我跟着百设计来到游戏资料库，我冲上去，一手捂住嘴，一手把针扎进了他的脖子。宁哥有望破纪录，好像啊？是吗？对，好像往季没有人超过7把钥匙。教我几个舞蹈动作。好帅！怎么办，宁哥，来帮帮我。好香啊，蛋儿！表演扭屁股，好不好？来表演一个，让我们看见他偷偷露腹肌的样子。大饭小子，于是他就痛哭流涕。他会吃醋，然后他就看不惯。看不惯金钥匙的长相。这是气泡音吗？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12点推门玩家彩蛋，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人间天堂，最美江南，苏州文投集团为幸福添一份苏州味道。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全新搜证小游戏《搜证总动员》上线，边看边玩，与玩家同频搜证，沉浸式打捞推门副本线索，解锁 Q 版造型皮肤。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开启搜证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习惯演绎，推是新鲜密距离，人慌的隐息，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落下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
着爱建立着大局，叹息继续是波。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